最后一段啊，好，就灯火通明的城市中心，玩家情绪的释放基地。这个又沉下来了，开始讲道理。讲道理。现在是晚上几点了？1点钟了，可以在黑暗里面寻找光了，朋友们。这首歌叫《工体西路6号》，所以工体西路6号具体指的是什么地方？就可能我认识的朋友嘛，就是其中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说继续去想要追到那一束光的状态。就是我是很对父母很贴心，然后也会把所有的温柔就给我最爱人嘛，就给父母的人。但是我当时从第一家公司解约之后，然后我还是想再继续坚持一下这个梦想的时候，然后就和家里人吵架了，就是家长也哭，我也哭，所以呢就写了这首歌。其实工体西路6号指的是那一片很繁华很喧闹的地方嘛。我觉得在那边的人就是有这么一个灯火通明的最喧闹的地方吧，就试图用这种喧嚣来盖过自己的悲伤，去努力，就是适当的放松是可以的，然后你再蓄力之后就可以用力的发光，在黑暗里散发自己的热量。因为很多人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idol纯 K 之歌嘛。其实很多粉丝是不喜欢 idol 去纯 K 这个行为的。然后你作为一个是现 idol 还是前 idol，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想说的？你写这首歌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是有违大家的一个常规认知的吗？我其实是觉得啊，艺人就跟大家一样，就做着自己的职业，然后他只要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做得很好，同时他是一个不违反社会纪律，他是一个遵纪守法。对，就是我做好了我的工作，然后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市民，然后我没有去触犯一些非常不好的道德底线。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市民，作为一个艺人，我还是可以去娱乐场所适当的释放自己的压力，然后放松吧。就是我觉得唱 K 是没问题的吧，大家都是打工人。然后如果我是一个大学生，我也会去 KTV 和朋友唱唱歌。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是说不愿意自己的喜欢的艺人去出去放松自己，只是不愿意他们有不太规范的行为吧。就是外界其实还很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所谓的 idol 局，那 idol 局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？什么样子？就跟你们普通大学生在一起唠嗑聊天一样啊。会聊欧美八卦吗？就是说句实话，我可能接触到的身边的朋友都还不算顶流，大家就还聊天就比较平常了，就是用什么扑克牌算命，然后聊一聊职业规划，说你之后怎么规划的，然后大家也会就像我歌里写到的嘛，就是提出担忧说我还要不要做这个事情，我要去选秀了，我这个实力已经，我的唱跳已经练到我觉得我不知道在该怎么努力了，那我是不是在节目里得去想一些歪点子，展现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就是聊这些，就跟你们一样啊，就是好朋友之间分享快乐和烦恼。纯 K 那么吸引这么多 idol 去的原因是什么？或者说大家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纯 K？我觉得就跟普通人一样，去释放一下压力，然后但是我要纠正你，就是如果真是高压训练的状况，如果他是一个有责任心，想要做这件事情，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人，他还是不会去的。就是歌词里写到一句，说是我想活得漂亮，不想再放任灵魂在霓虹喧嚣游荡。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可能你会觉得他总是在工体待着的人，他真的只是因为太闲了，然后呢他可能没有了训练的安排，也没有了未来的规划，但是他还有合约在身，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，他每天也睡不着觉，所以他只能去霓虹喧嚣里放空一下自己的头脑。所以呢这个人呢，他可能就是想说，其实我不想再这样混日子了，我想要丰富的生活。谁想要当一条就是浑浑噩噩的咸鱼呢？大家也都想要说，工作也做得好，然后呢，生活也过得开心，能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劳逸结合的这样的生活。所以这首歌真的没有在给很多 idol 塌房去洗白吗？我又不塌房。无房可塌，我无房可塌，因为我不当idol。怎么样去公开宣告大家我不做 idol 了？真的不做了吗？偶像怎么定义呢？其实我觉得，我还是希望说，我用我的输出、我的歌、我的态度去影响大家。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在听到我的歌或者看到我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受到鼓励，或者说积极的能量吸收。当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蛮遵纪守法、行为端正的孩子。我觉得偶像的话，其实就是这个人他能给你带来力量，然后你可以在某些方面把他作为榜样。
他可能算得上是一个偶像。我觉得有一些歌手或者有些演员，他在我心里也是属于说我的偶像，因为他给我带来了一些力量。这个歌里面写了很多故事，是发生在你身上还是发生在你朋友上？就是在写这个的时候心情如何？其实我写的一些尚未成功的小艺人或者练习生的一些现状吧，其实写的都还是比较轻的东西，就是其中很多故事是来自我的亲身经历，然后也有一些朋友的故事。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的过去，就发现基本上前面经历的事情，我朋友经历过的事情，我也都经历过。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惨的人吧，我觉得哇，现在还有机会说一直在追梦，就还蛮幸运的。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会说啊，你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你好惨啊。然后我就觉得还没到那一刻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 too young to be sad， 就是如果说对于人生失望，对于人生感到难过的话，其实过早了。就是很多人就会说你们的路还长，但我自己也知道说，其实如果我要去追寻我这个梦想的话，那可能关键时候就是在现在。那我能做其实就是去抓紧现在的机会吧。第一次有这么剖析自己经历，就是比较痛的东西。写这首歌跟写它的创作过程当中，心情有什么样的不同？其实我觉得写可能算是自己经历的歌还挺难的，因为我一直非常不愿意去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所谓的卖惨，就是包括我平时不管我是上综艺节目啊，还是平时的自我输出的表达嘛，我就不愿意让别人觉得说这个人在获取我的同情。然后当然我也会知道，我写出来，包括我写的过程中，我就会担心，其实有很多人会说你们这群还可以去追寻明星梦的孩子，其实都是条件不错的，为什么还在这边讲自己就是很不如意，就有很多比你们惨的人。我的看法是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做自己的行业的时候，一定会遇到你就是觉得过不去的坎儿。甚至我在歌里写的情节其实都比较浅，就是我有遇到的朋友真的是在海外训练了3年，回国训练了2年，然后最后真的没有站上过舞台。他唯一拿起的话筒就是在练歌房。我觉得这样的难过的点在于，他真的非常热爱这件事情，以及他不是实力不行，可是为什么就是没有一个机会？那可能这个行业相对来说运气占了很大一部分。再次强调，实力是必不可少的。还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就是说幸福都是要有垫底才能感受到的。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是蛮容易知足的一个人，但是我也是蛮贪心的一个人。我容易感到幸福，但是也想要去获得更多。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，就是还是要开心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，你就去积极主动的争取就好了。今天录音，你觉得最难的那趴是哪里？就是这首歌的就是副歌设计的会比较难。然后呢，我的声乐水平我觉得目前还不是非常的强大。然后在录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这首歌的那个hook很适合卓璇来唱。然后所以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想要某一次的现场，我想要邀请他帮我唱一下hook。那唱歌还真的蛮不错的，然后对于这首歌的发挥也比较稳定。这首歌对他来说还是有难度的。有些时候歌手需要为难自己一下，你才能知道自己的瓶颈在哪里，才可以突破，才可以成长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以后还要加油，就是多多的出一些好的作品，让大众听到，然后你自己突破自己的极限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学无止境。然后就希望说，少去 KTV， 多上舞台，少在头顶有霓虹灯旋转，多有舞台上的聚光灯照亮我。拜拜！希望大家都可以实现梦想，在自己的行业里当一颗星星。